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第20条震撼上线，赵丽颖带来演技派视听盛宴。6年不拍电影，出手就是王炸。赵丽颖在电影第20条中的表现太惊艳，把郝秀萍这个角色给演活了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我已分不清郝秀萍是赵丽颖，还是赵丽颖是郝秀萍。今年的春节档看似风平浪静，实则暗流涌动。飞驰人生2和热辣滚烫虽然遥遥领先，但第20条也并不差，上映首日已斩获了将近2亿票房。这部电影由张艺谋执导，雷佳音、马丽、刘耀文温情携手，笑对各路麻烦纷争，更有赵丽颖、高叶、王骁、陈明昊、张译、范伟、于和伟等众多老朋友在合作。作为现实主义喜剧，影片集结众多实力派演员，全员熟脸强联合，老友记剧默契加倍，不用言说的默契中碰撞出喜剧火花。电影第20条取材自大家关切的身边事，记录你我他的动人故事，通过讲述挂职检察官韩明在生活、工作上遇到的糟心事，串联起人物关系和3个案件。实不相瞒，我一开始没反应过来片名的意义有什么特别，后来才知道，这个故事讲的是刑法第20条。第20条本身指的就是刑法里关于正当防卫的条款，而电影也让3个案件交织进行，不断向大家科普第20条的法理。有一说一，第20条的题材足够新颖，严肃的内核，喜剧的表达，让人足够惊喜，尤其是一群实力派的演员，每一个都让人惊叹。不过，最让我震惊的却是赵丽颖，虽说只是一个小角色，却用演技征服了观众，真正验证了那句话：没有小角色，只有小演员。在我的印象中，赵丽颖饰演的听障人士郝秀萍，高光时刻很多，她每一次出现都是无声的，却也让人忍不住多看一眼。第一次，当郝秀萍独自在街上寻找孩子，看见2个陌生人正准备绑架自己的孩子时，那一刻她是恐惧的，也是无畏的。作为聋哑母亲，郝秀萍想要求救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，那种无力感，没有人能体会得到，而她唯一能做的，就是用她那瘦弱的身躯，拼尽全力去营救孩子。当被赶来的绑匪同伴团围住后，她更是无法呼吸，瞳孔放大，所有的力量都在抵抗，拼死也要护住自己的孩子。不敢相信，那一刻他有多无助，隔着屏幕都能共情到他的绝望。第2次，当郝秀萍的孩子再次被恶霸绑架时，他只能手足无措地向恶霸疯狂比划手语，哀求他们能够放过自己的孩子。因为说不出话，郝秀萍只能不断地通过手语哀求，脸上的表情更是戳心，绝望无助的眼泪忍不住地往下掉，张口欲说的嘴更是上下抖动。尤其是那一句手语，没有他，我也不活了，真的是他最后的呐喊。可惜的是，泯灭人性的恶霸丝毫不顾及他的央求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硬生生将郝秀萍逼上了绝境，他彻底走投无路了。郝秀萍不会说话，可是他的悲伤震耳欲聋。这一段情节的演绎让人不忍直视，郝秀萍的神情状态太崩溃了，谁能不狠狠共情呢？而最让人绝望的是跳楼那场戏，当郝秀萍被逼上绝路后，准备跳楼时，她是真的被逼上绝路了，不甘、无助、愤怒的情绪在那一刻全部涌现了出来。最后，她用手语表达着内心的一切想法，愿意用自己的命来换回女儿的命。那一幕真的让我看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苦难无声，却震耳欲聋。如果说前面几处可以忍住不哭，那么这最后一跳真的是绷不住了，麻绳专挑细处断，厄运只找苦命人。赵丽颖饰演的郝秀萍真的让人心疼。郝秀萍就像她的名字一样，浮萍之末的边缘人，但她的情感却是质朴的，理解丈夫，心疼家人，视孩子为自己的命，但她也有做人的底线。作为被逼进绝境的弱者，她其实是看不到希望的，
而这其实就是法律存在的意义。不得不感慨，赵丽颖真的是再次突破了自我，明明可以靠颜值，却偏要做演技派。一起参演第20条的高叶，在扫楼时里面提到了他和赵丽颖的合作。他说一开始刚和赵丽颖进到一个剧组的时候，看到赵丽颖一句话都不说，以为对方是不太说话，但后来才知道，原来他是为了进入角色，时刻保持着戏里戏外都处于同一个频道。因为赵丽颖明白，要让观众入戏，首先自己的入戏。就连张艺谋在采访的时候也说，赵丽颖给了他很大的惊喜，这一次的表演实现了一种程度上的天花板，就连角色设定，就是赵丽颖饰演的听障人士，也是出自于演员的创意。张艺谋评价赵丽颖时，用了洗尽铅华4个字，足以可见赵丽颖的爆发力有多强。好的演员就是在不断的突破自我，在赵丽颖身上，我们看到了好演员的影子。第20条是一部正能量满满的电影，每张熟悉的面庞都被放在了最适合的位置上，涉及到的情理法能引起每个人内心的共鸣，它深刻平实的内核是当下观众最受用、最能接受也最需要的实用知识和道理。最后也要说一下，观影后每个人又都会从这个电影深深地感受到中国法治的进步，深有同感普通老百姓走司法途径的难处，同时也能体会到检察官真实生活和工作中的不易。通过看一部电影，了解正当防卫的核心和真谛，也能帮助大家以后在日常生活中避免因为此类事件而吃亏，陷入纷争的漩涡。这也是我看完之后极力推荐大家看第20条的原因之一，作为春节档的合家欢首选，带家人去看，老少咸宜，获益匪浅。赵丽颖在第20条中的出色表现让人不得不赞叹她的演技与表演魅力。她以出色的表演功底和专业素养，成功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、充满情感的角色形象，深深打动了观众的心。在剧中，赵丽颖的表演展现了她出色的演技和对角色的深入理解。她不仅在情感戏中娴熟地把握角色的内心世界，还在表情和动作上细腻入微地刻画了角色的情感变化，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了角色的喜怒哀乐。她的每一个表情都充满了真实的情感，每一个动作都传递着角色的心声，使得角色形象更加生动立体，令人难以忘怀。赵丽颖在第20条中的精彩表演，不仅展现了她的演技实力，也彰显了她作为演员的专业素养和才华。她对角色的理解和把握十分到位，演技自然流畅，表现出了出色的表演功底和稳定的表现水平。无论是情感戏还是动作戏，她都能够游刃有余地驾驭，为角色赋予了更加生动的灵魂和情感。此外，赵丽颖在剧组中的积极配合和团队合作精神也值得称赞。她认真对待每一个戏份，与剧组成员和谐相处，共同努力为剧集的成功贡献了力量。她不断挑战自我，不断突破自己的表演局限，展现了作为一名优秀演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总的来说，赵丽颖在第20条中的精彩表演，再次证明了她作为一名优秀演员的实力和潜力。她的不断进步和不懈努力，让人们看到了她在演艺道路上的坚定步伐和不断突破的决心。相信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，她会继续保持专业态度，不断挑战自我，呈现更多精彩的表演，赢得更多观众的喜爱和认可。王一博告黑案胜诉，网友发现原告意外身份。2月5日，王一博告黑案件胜诉，被告人韩寒 QVQ 区登报向王一博道歉并赔偿28万元。这件事已经过去将近有1年，如今也算是迎来了正义的审判。不过这起事件中，比谣言更为离谱的是，造谣自己怀王一博孩子的粉丝竟然是个男的。常展硕，性别男，造谣自己怀了王一博的孩子。这世界果然颠成了大家都理解不了的样子。事件起源于2023年3月，一位名叫韩寒 QVQ 的网友自曝怀了王一博的孩子。
王一博的粉丝基数很大，他的一言一行自然是备受关注的，一时激起千层浪。韩寒的爆料迅速在网上炸开，王一博睡女粉还致对方怀孕的消息也迅速登顶热搜。韩寒的爆料漏洞百出，他晒出的孕肚照片也很快被网友指出是盗图。随后，他的头像也被网友认出是自己的旧照。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，韩寒就发文道歉了，称自己就是王一博的粉丝，当时只是口嗨。但舆论就像海浪，卷起来的时候造成的伤害已经不可挽回。王一博团队也将韩寒告上法庭。令人感到震惊的是，这个韩寒 QVQ 竟然是个男的，本名叫常展硕。王一博的粉丝还扒出常展硕名下有2家传媒公司，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一个漏洞百出的谣言能引起这么大的风浪了。不过这个常展硕是不是同名同姓还不敢肯定，希望能够彻查。造谣一张嘴，辟谣跑断腿，不管是明星还是普通人，对于这种恶意造谣的事情绝不能姑息。王一博告黑案的胜诉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。这起案件不仅令人震惊，更引发了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和尊重。案件的胜诉不仅彰显了法律的公正和权威，也向社会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，那就是在法治社会中，法律是公平、公正、严明的，任何人都不能逾越法律的底线。王一博告黑案的胜诉再次证明了法律的公正和权威。在这起案件中，法律严格依据事实和证据进行裁决，不受任何人的影响和干扰。裁决结果公正公平，符合法律的精神和原则，为社会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法治形象。这种公正的司法环境不仅能够保障每个人的合法权益，也能够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。王一博告黑案的胜诉为广大群众树立了一个榜样。通过这起案件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法治社会中，任何人都不能逾越法律的底线，违法犯罪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。这不仅是对违法者的警示，也是对广大群众的教育，让人们认识到法律的严明和权威，自觉遵守法律，自觉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。王一博告黑案的胜诉为法治社会的建设注入了新的动力。法律是社会的基石，法治是国家的保障。只有建立一个公正、公平、透明的法治环境，才能够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。因此，让我们共同为法治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，遵守法律，尊重法律，共同营造一个和谐、稳定、法治的社会环境。总的来说，王一博告黑案的胜诉不仅彰显了法律的公正和权威，也为社会的法治建设注入了新的动力。让我们共同为法治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，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，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。